Science nach Wannsee über Potsdamer Platz, Stuttgart, nach Helsinki über Friedrichstraße. 你是不是以为只要出国前做足功课，会说当地语言，准备好一笔钱，就能够顺利在海外租到房子呢？错，我原本也是这么想哦，结果差点被坑到怀疑人生。今天这集心得报告呢，就是要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德国的租屋市场究竟有多疯狂，同时呢，公开我自己在柏林的租屋成本，还有为什么我在还没有看屋之前呢，就傻傻的先汇出了新台币10万元。以及呢，我如何一路上跟无良房仲斗智斗勇，最后成功脱身。影片的最后呢，我也会整理出3个重要的跨海租屋防身守则给大家参考。如果你也有在海外租屋的需求，影片记得要看到最后哦。根据德国媒体 Tagesschau 今年2月的专题报道指出，住房短缺是德国政府目前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哦。而且呢，这个问题呢，在未来只会越来越严重。根据德国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呢，2024年呢，在德国租房并不便宜。以一间60平方公尺的基本公寓为例，差不多是台湾18平啊，不含水电杂费的月租行情呢，在柏林的话，月租来到650欧元；那在法兰克福的话呢，月租金要790欧元；在斯图加特呢，要800欧元；在慕尼黑的话呢，就要1150欧元。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那我准备好一笔钱，总租得到房子了吧？那可不一定哦。报道里面有指出，就算你是德国人，而且拥有稳定的职业，像是警察或者是护理师这样子的工作哦，还是很有可能被已读不回。那更不用说是外国人的艰难处境了。在一些大城市呢，租房子的过程呢，很像是被征信调查哦。很多房东呢，会要求你出示你的存款证明。工作合约，甚至是薪资单，有些房东呢，甚至会要求你出示租屋履历呢，或是推荐信哦。最可怕的是，很多外国人呢，为了要办理所谓的户籍登记，就在抢房的过程中，纷纷掉入了所谓的租屋诈骗陷阱里。我去年呢，暑假呢，试着在德国柏林呢，找一个小套房。那主要是希望它有独立的卫浴设备，然后附有家具。那一开始我加入了很多的脸书社团哦，很可惜呢，上面几乎都是短租啊，或者是临时释出的房源哦。那很多呢也不给办理所谓的户籍登记，尤其呢上面又有不少呢看起来一看就像诈骗的 po 文哦。所以呢，最后呢我只好呢转到其他的租屋平台呢去试试运气。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我会推荐你试试 Wohnungssuche 这个租屋平台。我自己呢有2个朋友呢就在上面找到了房子哦，一个是准备在德国念研究所的外国朋友，另一个是在德国柏林找到实习机会的德国人。另外呢，有几个技巧呢，给大家在 Wohnungssuche 上面找房呢做一个参考哦。它其实呢就有一点像是那个交友软体，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如何引起房东的注意。所以你档案的完整性啊，甚至是你第一个给房东发的讯息呢，有没有创意啊，能不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呢，都非常的重要，可以大大提升呢你后续看房的几率。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还没有抵达德国的我呢，我既不是学生，又没有德国的工作合约，所以在 Wohnungssuche 上面呢也是到处碰壁哦。这个时候呢，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很多人推荐的租屋平台，叫做 Wunderflats， 它上面的房源呢都几乎有附带家具，而且看起来呢也都蛮整洁干净的哦。重要的是呢，它还提供线上签约，不少房子呢也都可以呢办理户籍登记，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完美，是吧？那我最后呢在 Wunderflats 上面找到一个套房，它呢位于德国柏林的 Tegel， 很棒的是呢，它可以办理户籍登记，有附带家具呢，还有独立的卫浴设备。它的大小呢，差不多是25平方公尺，差不多是台湾的7.5平。包含水电杂费的月租呢是950欧元，折合台币呢就是台币的32500元哦。很多人会说，还没有看到房子，还没有签约之前呢，千万不要汇出押金哦。可是对于我们这种还没有抵达德国人来讲，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哦。像我刚才提到，
那个在 Vegas 就找到房子的外国朋友呢，他的房东就跟他说，要在1个礼拜之内完成签约并汇出押金。那为了要保留这个房子呢，他也只好照办。那我自己呢的情况是在我还没有抵达之前呢，我就需要先付给 Wonderflex 4笔的费用。第一笔是299欧元的中介费，这个可以刷卡。然后再来的话是239欧元的清洁费。第3笔呢是1425欧元的押金。那第4笔呢就是第1个月的租金950欧元哦。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呢是2913欧元，折合台币呢差不多是10万元哦。这4笔费用呢，除了中介费可以刷卡之外呢，另外3笔费用呢都需要用汇款的方式进行哦。那他提供了3个银行账户给我哦。为了尽快搞定住宿呢，我也只能够照办。结果没有想到呢，我钱一汇出呢，我的2个联络窗口呢就人间蒸发了。对，他们人间蒸发了，不见了，不见了，他们不见了。我连续写了几封信呢，他们都没有回应。我被迫在第3方的评价平台 Trustpilot 把这个经验呢公开呢，也给他们复评啊。很快的，他们的客服团队呢就在我的评价下面留言呢，说他们会尽快跟我联络。那确实呢，我那消失的窗口呢就主动联络我。他的说法是说，哦，不好意思哦，我生病了。他生病了。对，他生病了。由于这状况很不寻常哦，我就请我在德国的朋友呢到现场帮我看房哦。结果呢，我的窗口就回复我说，很抱歉哦，我们不提供现场看屋哦。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拍影片给你看。那我那时候呢非常傻眼哦，因为这跟我们那时候签约时讲的完全不一样哦。那在我极力争取之下呢，他们就同意让我线上看屋。在我飞德国那一天呢，我就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室呢，等待登机的时刻呢，顺便看屋。抵达柏林之后，根据合约呢，在拿到钥匙之后呢，我必须要马上检查屋况哦，并在24小时之内呢，填写线上表单回传哦。那所有我没有写到的损害呢，在退租的时候呢，都会变成我的责任。那么台币32500元的房子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哦？那今天我们就毫无保留的大公开，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乍看之下呢，一切好像都不错，不过呢，魔鬼呢真的藏在细节里。一进门呢是个简单的小厨房，那这个橱柜的拉把呢一边坏掉了，微波炉里有一层厚厚的油垢。虽然呢我在房间里面不煮东西呢，但是还是有点恶心啦。墙上呢有一个小洞，对面呢是开放式的挂衣区，旁边呢有一个大衣柜。接下来重头戏来啦，我们来开箱浴室。墙面的状况呢真的是一言难尽，这个挂钩看起来很正常，对吧？结果，很多地方呢，真的要近看呢，才会发现玄机。墙上呢，满满的都是霉斑呢，有些呢，墙面呢直接剥落、皲裂。那顶灯坏了一颗，抽风机呢是完全没有反应。我们再回到寝室，除了墙上呢有疑似霉斑的脏污，它损坏的家具也不少啊。这个椅子整个都脱皮，好像是从垃圾堆里面捡回来的。那地板非常脏，我吸地的时候才发现呢，吸尘器的集尘箱呢爆满，根本没有清过。好，现在带大家到公共区域看一下哦。我们先看一下洗衣间。这个洗衣间虽然很多人用哦，但是呢，其实只有左边这一台洗衣机能够正常使用。那我们现在到公共厨房。这里呢可以煮东西，下面呢有一台烤箱。不过呢，公共锅具的状况呢实在惨不忍睹啊。那我最后决定呢自己买一个平底锅，它有一个可拆式的把手，很实用。
那我自己很喜欢。冰箱的空间够大，不过呢，我们看里面它这个抽屉的拉把坏了，只有2格呢能够勉强拉开。那电灯的开关也破损了，公共区域的门把松脱。那为了保住我的押金呢，我就乖乖的按照规定呢，把这些东西填写，然后呢回传。那顺便呢，我也写了一封 email， 请他们处理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哦。结果我收到的回复呢，我窗口告诉我说，那你可以就是自己去买除霉剂，把那一些霉解决一下啊。那我当初缴那8000多块的清洁费是缴心酸的吗？之后呢，他们对我的问题呢再度已读不回呢，又搞人间蒸发那一套哦。于是呢，我被迫出招呢，我又重新上这个 Trustpilot 更新我的这个评论，然后呢，把后来发生这些事情呢也一并写上去。同时，我联络我的信用卡公司哦，申请争议款项的仲裁。我也开始研究德国的消费者保护机关的申诉流程。这时候呢，我就把照片啊，还有我跟 Wonderflex 的沟通内容啊，还有这些争议的一个问题呢，全部都整理成一个 PDF 的档案。那我在 Trustpilot 公布他们恶劣的行径之后呢，他们呢又派了一个新的窗口来跟我联系哦。这位新的窗口呢跟我要了一些资料，问了一些细节，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又消失了。那在我强烈抗议之下呢，他们才终于妥协哦，同意退还我当初透过刷卡支付的299欧元中介费。那这件事情呢，才终于告一段落。那最后退房那一天呢，又是一个荒唐的一个戏码哦。我原本以为呢，他们会主动派人来验屋哦，就他告诉我说，因为那一天是礼拜天，所以呢，我自己把钥匙交到这个第三方的保管处就好了。那我把钥匙交还之后呢，我就跟这个保管处的人员说，有没有收据？那保管处的人员就跟我说，他们从来没有开立收据这种东西啊。我当下当然傻眼了，那怎么证明我已经把钥匙交还了呢？那为了自保呢，我就在现场拍了照片，证明呢我已经把钥匙交还给他们哦。那在我离开那边之后呢，我就马上发了一封正式的 email， 告诉 Wonderflex 我已经正式完成退租手续，那也请他们返还押金。那他们回复我说，最快2周之内呢会退还押金。不过呢，根据德国的法律呢，房东呢有权扣留房客的押金长达6个月。那我想说，我房间也整理得蛮干净，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那就按照他们的规定吧，1等、2等、3等。那等到第4个月的时候呢，我就主动联络呢拥有这家公寓的所有权人呢，就是这个德国柏林的一家饭店。那后来呢，我收到了一个制式的邮件哦，这家饭店呢已经在1个月前呢正式结束营运哦，他们也不提供新的这个联络方式，很扯我当下就明白呢，如果呢我不马上出手呢，这5万元的押金呢马上呢就飞了。所以呢，我就立刻呢把这个整个过程呢写成一封申诉信。那我也跟这个 Wonderflex 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我在1个礼拜之内呢没有收到我的押金呢，我就会正式采取后续的行动。结果呢，3天内呢，房东呢就亲自的把全额的押金呢退到我指定的账户里面。那 Wonderflex 这时候呢还不忘撇清关系哦，他说呢，押金是我跟房东之间的事哦，跟他们第三方平台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哦，我马上写信跟他反驳哦。当初呢 Wonderflex 拒绝呢提供房东的联络方式给我，并且承诺呢会主动沟通联络一切的事情哦。结果呢最后搞到房东失联呢，身为房客的我们呢根本没有办法自保。经过这一连串灾难呢，我整理出了3个跨海住屋的防身守则给大家参考哦。守则1，善用第三方的查核功能，千万不要只光看照片或影片就相信对方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到现场去看屋。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呢，看是不是能够找可以信赖的朋友呢，到现场帮你确认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善用第三方的评价平台哦。不过呢，大家千万不要只看整体的星星数或是总分数哦。那个相关的负评呢，一定要一一点开来看。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是选择有争议处理机制的付款方式哦，
这样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才有机会呢把钱拿回来哦。守则2，记得为每次沟通留下记录。我有提到对方常用的手法呢，就是拖，他会呢拖到你烦，拖到你累，拖到你放弃哦。但是呢，只要你呢留下完整的记录呢，就能够从被动的等待呢，逆势呢拿回主控权。像我就是这样子呢，最后呢才能够成功把押金拿回来。那在沟通的时候呢，有几个重点给大家参考哦。大家除了透过平台指定的这个管道沟通之外呢，重要的议题呢，也可以透过 email 留下记录哦。那记得呢，时间、地点、照片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证呢，都要一并记录在里面哦。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事情呢，才有机会可以还原沟通的过程。如果双方呢有用电话沟通的话呢，事后也记得要发出 email 供双方确认哦，才能够留下文字证据。守则3，据理力争，冷静出击。沟通的时候记得语气要保持冷静哦，避免一些情绪性的发言。那事证的话，一定要准备齐全，让对方没有办法推卸责任。另外很重要的是，而不是把问题丢出来，然后期待对方给你一些解决的方式哦。最好是呢，你可以很明确的说出你希望事情什么样的解决，那给对方一个期限，还有你后续会采取的一些行动方案哦。你在跟对方沟通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去找其他合适的管道反击。像我先前提到当地的消费者保护机关，我会把它放在说明栏里面，或者是第三方评价平台、信用卡公司等等，都是你可以自我救济的管道。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心理建设哦，站出来呢，不代表你是一个 OK 哦。有时候遇到无良的厂商呢，或者是个人，你只有强硬的反击呢，才有可能呢保卫自己的权益哦。那或许呢，这样也才能够未来避免更多的人受害。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心得报告呢，麻烦帮这支影片按个赞，分享给你正在国外找房或是准备出国的朋友哦。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呢留下你自己在海外租屋的小故事或小 paper， 帮助更多人呢在国外找到房子。Wenn du das nächste Video nicht verpassen willst, vergiss nicht, den Kanal zu abonnieren. Genau, jetzt, sofort. Tschüss.